好，美国的准被提名的国防部次长叫科波吉啊 ，Kobe， 他到参议院，因为这种政务官参议院都要听证啊，要让他过或不过了哈。那他说，台湾国会缩减军费令人不安，台湾呢应该这个军费变到 GDP 的10%啊，至少要5%。那川普曾经讲过10%，他们这些人现在啊就变跟川普下面的这个狗一样，川普叫你咬谁你就咬谁。哦，也讲过嘛，因为他比川普都小了29岁，他儿子辈的，哦，所以呢，这个国务卿也觉得不安，川普好像没有重视他。那这国防部这些人呢，川普讲什么就做什么，商务部呢，川普讲什么就做什么啊。那川普讲过10%，所以他也说10%啊。那另外呢，这个专家说10%是多少钱？你们知道吗？10%是2.6兆，我们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3.1兆编了。被立法院删了，还有2.9多兆，2.93兆，他就要干掉你2.6兆，怎么可能呢？台湾什么不要干了，就干这个就好了。那美国有他的道理啊，你与其台湾被共产党拿去，被老共拿去，不如就全部什么都不要发展了。哦，你现在乌克兰打仗还发展经济吗？通通是军事啊，就变2.6兆就变2.6兆，全部钱都放在这个军事上面啊，做斯巴达啊。那赖士葆说呢，我们真的是要给10%吗？哦，因为民进党就拿国防预算向美国告洋状，说啊都是蓝白去删了，蓝白删了，所以美国觉得很不安啊。哦，那另外呢，国防安全研究院这属于国防部，有一个国际驻台湾的点，这个学者叫吉奈斯啊，哦，他说呢，加拿大做什么美国51州，台湾来做美国的51州吧，台湾就安全啦，美国就保护台湾啦啊。哦，那另外呢，这个 Kobe 啊，他是说呢，台湾如果沦陷是美国的灾难，所以呢要扩大军售给台湾啊。另外呢，这个他们也说哦，这个美国军事委员会的议员也说呢，立法院删国防预算是在玩dangerous game 危险的游戏哈。那另外呢，美国也说日本军费应该到 GDP 的3%，而日本现在2点多%嘛啊。那这个日本现在只有1.6%啊，1.6%，因为美军保护啊。有5万人在那边，我怕什么呢？哦，所以呢，要它增加到3%啊。那日本的首相叫石破茂，说我不会根据其他国家的要求决定我的防卫费啊，我防卫多少是我自己决定的，是你要求多少我就编多少吗？我们看一下。美国五角大厦第3号人物、国防部政策次长提名人柯博吉在任命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应该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10%。他也对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删减国防预算深感不安。KMT, by the way, they control the legislature. It's different from the president's party. They're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on their defense budget. And if anyone from Taiwan is watching this hearing, they need to realize they're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Okay, cutting defense spending right now is not the right signal. I'm profoundly disturbed. I think actually as a proportion of GDP, it's well below 3%. I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y should be more like 10% or at least something in that ballpark. South Korea. So it's a very plausible model with a much more serious military because not only do I don't think it's fair to Americans to ask Americans and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to suffer. 而他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的最佳军事选项是在合理的成本与风险范围之内，在必要时阻止中国对台湾的攻击。Losing Taiwan's fall would be a disaster for American interests. 尽管有副总统范斯的推荐背书，共和党议员对柯博吉曾经表示可以容忍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提供台湾安全保障的立场软化感到不满。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as you said, it's not an existential interest. It's very important. The core American interest is in denying China regional hegemony. What's changed, Senator, as we discussed, is the dramatic deterioration of the military balance. 另外，副国务卿提名人蓝道在参院外委会的任命听证会也指出，台湾应该提高国防支出。I think the Taiwanese have a need to up their game in terms of their own defense spending.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obviously on the table. 蓝道表示，川普已经表明，最重要的是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重申美国长久以来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及对台6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而要遏阻冲突的最佳方法是增强实力。我查了一下哦，台湾的去年好像有2.5了，今年2.4了哈，因为你的总预算也增加嘛。那南韩其实是2.5了，也不像老美讲的说台湾要学南韩，南韩这份没有增加太多。他说南韩有一支很这个精锐的部队，我们其实也有啊，
我们很多特种部队也是蛮精锐，也不是不精锐啊。来，佩君。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是所有美国人讲的东西都是香的哦。刚刚这几位议员讲说，这个在野党删减国防预算令人不安。其实我觉得这个错误的前提，以下的发言根本就不用再去听了，因为最近有很多这个流行的台判玩法，从台湾玩到中华民国，玩到美国去了，就是把在台湾哄骗选民的这种资讯战的模式复制，去拐骗这些美国的官员跟议员。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就是讲说啊，国民党在立法院审查潜舰预算的时候，说要先冻结部分的金额到完成测试阶段的这个发言啊，掐头去尾上个字传给人家，然后说啊，这就变成了国民党立委去挡国防预算，那你要骂他这样。但再把根本雾里看花这些片面式的这个发言，然后再回过来台湾变成内销，然后讲说你看美国人骂你国民党哦，删预算这样很不应该，就是搞一个假货出口之后，再回过头来说，你看我们国内通通都是假货，那基本上就是民进党过去这10年吧，跟在国内跟国人玩的这种造谣资讯战的玩法，拿去1万公里以外去拐这些美国人呢。今年的国防部预算，刚刚赵大哥讲了，基本上加上军购的特别预算，加上基金预算，总额是超过5800亿元了。那已经占了 GDP 的2.4%。那这个数字算多还是算少？你用一个感觉去衡量可能不准。那就看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去年出版的《国防科技趋势评估报告》，它里面是主张说应该要用经济量体去算一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预算合不合理。那中华民国的国防预算，这个根据这个报告说，应该落在5400亿到7200亿之间。那到顶的7200亿换算成 GDP 大概就是3%左右。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至少在去年之前，国防部自己的研究机构都没有任何这个学说或论点，觉得国防预算应该要配合中国大陆的军费提高，然后就大幅拉高这种主张，更不要说这个也没有任何一个说法说要去配合美国直接用总额比例去喊价式的。要求这个中华民国的国防预算应该要拉到10%，国防部自己的研究机构也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子的建议哦。那以这个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央政府的公务预算案来看，超过4700亿的预算根本已经是历年最高。民进党到现在还在讲说预算被阻挡，可是删减的比例就只有1.06%嘛，说破了嘴就是比例是近年删减最低的。所以你想说这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我说真的不会听到说国防预算要增加，我们就去反对。可是会反对民进党的国防部只有一个总金额，甚至也不是总金额，是用 GDP 的数字在那边情感式的、概念式的去喊价，这样子的主张根本不叫说是预算啦，这叫喊价。那你要从何去审查讨论？那你凭什么去讲说不支持这样观点的人就叫做卖台，就叫做反美？这是更不负责任的国防部跟执政党了。来，志豪。其实军备竞赛一向就是个无底洞了哈，你买再多买再贵其实还是买不够哈。我觉得现在看我们台湾人民对一个军备竞赛或者是增加军费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增加了很多军费，买了相当多的武器，它到底是不是可以真正的保卫台湾？防卫我们台湾的安全，然后进而保障我们全体台湾人的一个福国利民的一个政策下的一个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答案说是是的话，比方说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加多我们的这个军备的这个，不管你的 GDP 多少10%，刚刚赵哥有讲，大概是接近2.5兆左右那2.5兆已经是几乎已经包含70%我们的全一年的预算的一个总预算的值那如果这个数值是合理的，那我想请问一下美国这么多的官员在倡议刚刚也讲到了觉得我们在野党是可能在抵挡在这个删减国防预算等等等等。那我请问你卖了什么样的武器给我们？如果美国是真心要协防、要防卫我们台湾、要保障我们台湾人民的安全，你卖了什么武器给我们？之前讲的是要卖地雷，地雷的这些装备，甚至有是买巷战的武器、手榴弹等等现在的武器是决胜于千里之外了如果你真的是有心，而且川普也不是讲假话，你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请你卖我们最先进的 F-35战机。可是你不会卖嘛？你都把我们的国防经费提到那么高，而且我们得到的防卫、得到这些武器是根本不能用，或者是根本已经在现代的这个战争当中已经没有角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就是没有用的那如果今天大家的觉得是说提升这个国防的经费，加强这个军备的竞赛是没有用的，我们就开始反思另外一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是对我们台湾人民最好？其实我觉得刚刚有讨论到所谓的台积电，它其实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软实力嘛，也是我们相当重要一个筹码。可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当局有没有把台积
积电能够当作是我们真正的护国神山，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来检讨一下。宏辉到底删了多少国防预算？好，我要讲一下哦，但你现在今天那个民进党中央党部他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就说你看哦，这个蓝白在这个立法院删国防预算，让美国都感到很不安。那我跟大家报告，事实上由国防部主管的这个预算呢是4710亿啊，就是在核定之前。那核定之后呢，一共删减了48亿。一共删减了48亿，其实它的比例很低。那其中这48亿里面有45亿。有45亿是一个项目啊，那个就叫做那个猎枭专案。猎枭专案就是我们去购买美国的无人机啊，包含它的那个飞弹装置。那这个专案呢，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发生一件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编列的预算是115亿元，编列115亿元。但是呢，在预算审查期间，美国的报价出炉了，公开了。是55亿元，美国报价55亿，但是我们编列预算高达115亿，就说人家要我们，我们给1块。所以在立法院当时在国防外交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大家讨论非常非常多。那当然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委员就提案说，既然只要55亿，但是你却编了115亿，所以呢，应该多余的都应该删除。那当然，国防部说啊，那最好你还是留一些预算给我啊，然后我到时候我可以自己去买。可是这是不符合预算编列的程序的，所以呢，最后在国防外交委员会拍定的是把它减少了，就是删减了45亿元。所以我刚刚讲，最多48亿元，减了45亿元，最大的一笔就是在那一笔，而那一笔呢，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最后关键的一票是谁？就是柯建铭说的王定宇，因为他是召委，因为当时就一半一半哈，那必须那个召委要出来投票嘛。那我觉得王定宇他自己是他长期在那个国防外交委员会。我刚才讲那个状况，你觉得任何一个立法委员，明明只要人家报价55亿，然后你编列115亿，然后你可以蒙着眼睛说啊，反正150亿全部给他，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护航嘛？这包庇太过分了。所以当时呢，王定宇就支持了，就说。就是砍掉45亿，这也是柯建铭在那边后来大骂王定宇说：“你竟然唱和马文君，你竟然唱和徐小新。”但是我要讲，就是说王定宇这次做的是对的啊。那而且呢，当时在这个预算审查的时候，国防部也接受，因为国防部实在说不出来，所以其实还多给了你15亿，还多给了你15亿。所以我要讲就是说，55亿给他70亿了。对，最后给他70亿，因为多出来15亿，你可以另外的，你在余裕的，你再去做一些运用。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删除，你可以说是蓝白删预算吗？不是啦，这是蓝绿白大家共同的决议。也就48亿里面有45亿，高达45亿，事实上是蓝绿白的共同决议。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因为这次总预算太多的谣言铺天盖地，但是你可以他造谣造到封到直接的修理那个王定宇修理到自己人了。潜舰10亿的冻结嘛，对不对？潜舰是冻结，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潜舰到现在没有还测还没成。对，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完成测试，所以等于说你完成测试了之后，再给你解冻。而且当时郭立雄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就是立法院备询的时候，他也说今年2亿是够的，因为你到现在没有办法完成测试，连测试都没有办法完成，我一项给你是2400亿耶，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是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把关。我觉得国民党在美国不是有代表处吗？以前没有，现在有嘛？他们可以跟美国国会议员去说明，对我们关系应该不错。我们当然也要说明，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告洋状真的已经告到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他有资源了啊，他这个请客送礼啊，什么很会了，计算很多了。但是国民党还是应该去解释清楚嘛。啊，到底怎么回事？我知道民进党他们现在是把我们的，包括我们哦，包括我在这边讲话截一段，就你看他反对美国，然后就跟美国参众议院去讲，说你看国民党都反对美国，其实不是啊，哦，你不能断章取义啊，这是断章取义嘛。但是我是觉得说，国民党既然有代表，而且编那么多预算在美国，那你就就近要去游说，就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啊，休息一下再回来。
大罢免已经发动了哈。那国民党的这个北投士林呢，他们呢要罢免吴思瑶，所以呢，国民党的青年军今天到中选会送了2839份的联署数了啊，因为本来联署不够，被推荐很多了啊。那上礼拜我就说，这基层很担忧啊，要激起基层的这些忧患意识啊。哦，果然啊，在一个周末就多收了3000件，北投士林一个周末多3000件啊，表示蓝营基层其实又有忧虑，又抱着期待。哦，那你老是挨打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不是动员不起来的，一个周末就动员了3000份了，这动员力是很大的啊。那另外这个万华中正也这一个周末也签了差不多将近2000份出来哈。那朱立伦认为说，哎呀，罢免因为32-0嘛，很丢脸嘛，责任都在我哈。那说没有给资源，那国民党青年军说，哎呀，有给一些实质帮忙了哈，有给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中选会说呢，这个罢免吴沛忆的补件，他们是还没收到。要收到以后10天之内要补件完成，那没收到，那中选会说放在南门邮局啊，你们没去领啊，因为呢这个没有收件，所以呢法定寄存啊就送到南门邮局。那这个领先人李孝亮说他下午会去领啊，说下午会去领啊。那另外呢，到底32.0能不能突破？黄吕锦如说呢，在台北的双吴吴思瑶、吴沛忆呢，第一阶段绝对成功，第一阶段不够，第二阶段也要成功才可以。第一阶段1%很容易嘛，第二阶段10%难度就比较高，你这不是随便讲讲就可以了，你到底什么地方要摆联署站？那民进党已经开始了，民进党甚至民意代表都要出来了。我认为国民党民意代表要出来，你立委议员不要出动吗？不要把你的服务处拿出来做联署站吗？那当时罢免那个谢国良也是啊，第一阶段好不容易达成，第二阶段一直达不到啊。后来呢，民意代表议员都出来了，我们的服务处就是联署站，才冲到2阶段啊，否则的话他去哪里联署啊？那么大的选区都去哪里联署都不知道啊，所以呢，第一阶段我也相信第一阶段会成功啊。那另外呢，这个黄立群说，士林北投的在野力量超过60%，那在野力量超过60%，你怎么选举没选成呢？就是因为分散嘛，就有这个不同的候选人哈，就造成这个渔翁得利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要罢免张宏陆，叫做走投无路，说呢也是不够，被退了600件。说现在再补1000件，说这个明天就送，免得周末呢耽搁了啊。所以我想一阶本来就该过嘛，民进党一阶罢免32个过，你国民党成了12个人都不过吗？不是很好笑吗？那因为民进党预备听说要在罢免的那一天呢，8月底823，他预备要提出这个公投，因为怕去的人热情不够，公投的话把大家这个激情带起来，所以赖清德不是已经下令了吗？是要比照4大公投的精神，到下乡去这个开讲，要讲大罢免。所以他讲大罢免，他讲这个大预算，这个大删减，跟这个大罢免其实是最后呢是殊途同归的了啊。那但是国民党说好，你搞公投，我要搞公投，要搞反废死、反空污。我来看了，反废死是大家是认同的，但是反空污比较太空泛那核电到不了核能还要不要继续？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辩论的题目，是可公投的题目。还有呢，大家现在很担心台湾乌克兰化，所以呢，反乌克兰化，我认为也是一个很符合现在时间，而且未来会有发展的。你看好了乌克兰到时候怎么被出卖掉，反台湾变成乌克兰我觉得也是有卖点的那这个罗志祥说呢，为什么要反废死公投？就是要民进党不要再闹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国民党组成中央律师团协助。今天所有的民团都是跟政党有关吗？大家那边假清高什么？要监督我们的执政党有没有运用不当的这些势力，来影响我们选举的公正性。要监督执政党是否在背后处理蓝营律师团成军，但罢免蓝委进度依旧顺利。桃园6个罢免团体宣布进入第2阶段，6号上午赴中选会领表。昔有罢韩四君子，今有桃园6结义。反观罢免蓝委的团体全速前进，罢免吴思瑶的这一案，前一天才被中选会通知需补正929份联署。我们第一次送件的时候是2838，我们今天送2839。
就算被压线通知，还是在隔天一早完成补件，但就怕一来一往，可能赶不上823投票日。国民党团规划推动反废死、反空污等2项公投跟绿营对打，只是依规定，主管机关需在投票日90天前公告，意味相关程序得在5月23号前完成。蓝营若真想发动公投，提案得经立法院讨论，经复2读后表决通过，时间很紧迫。这个反废死，然后反空污还没有底定呢，那大概很快就会拍板。不想只是被动反击，蓝营想要主导议题，挑战艰巨。好吧，这个香龙怎么看？罢免是到现在为止，因为国民党没有很积极的应对。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有点儿戏的感觉，低估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经过这2天，昨天之后，我认为赖清德对参与大罢免这件事情，把令旗抓在民进党手上清楚多了，就确定了。所以当民进党开始进入到动员模式的时候，就不要低估这一件事情对于接下去呢台湾的政治所以会发生的冲击力量。国民党应该呢尽快的进入到备战模式，议题的选定就像主持人讲的至关重要，让老百姓呢在这一次的大罢免所形成的氛围当中，能够达到一个效果，就是为自己的命运，再透过这次的大罢免和自己呢台湾的命运呢再对决一次，再对话一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次的以大罢免为名所举行的接近全面性的政治动员，它跟去年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因为没有一个乌克兰事件的烘托，没有一个川普2.0的烘托，台湾是看不见呢自己呢接下去的就是命运之路往前走会是什么样子。那如果单纯就空污的问题呢去表决，因为一个议题走久了之后就已经冷。我认为蓝营这个时候在动员的时候，除了在收集呢这些的名单，然后这就是呢要凑这个动员的这些票数之外，最重要的是议题的选定。因为这个议题的选定成败呢，甚至会影响到2026年底的地方的选举，不要呢低估这件事情。现在赖清德政府在台湾的内部是一个朝小野大的，在台湾的外部，台湾呢更是一个朝小野大，就基本上面今天台湾卡在呢现在大两岸跟小两岸里面，台湾是在一个空前混乱、空前弱势的局面。没有任何的方向感，台湾的命运，即使是包括台积电，当他要和川普去签了1000亿的时候，台湾是不知道的，台湾的投审会是没有参与的，台湾的经济部长是讲风凉话的，只能够用这种吃安慰剂的方式，大家呢每天呢都相信明天呢太阳出来了之后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可是台积电呢终究它的命运呢已经呢被牵引了，没有台积电。没有美国的安全承诺，在两岸呢，整个的中国大陆的经济跟政治力量在全面化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面，台湾到底还有什么筹码？蓝营如果思考自己的政治命运以及台湾的政治命运的时候，必须要把这3件事情连接在一起。那逸翔怎么看这个大罢免？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动员呢？其实我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接受到这个动员，但是林俊宪既然讲，主席也没有反对啊，所以既然没有反对，民代都要动员啊。所以，例如说我自己的选区大安文山区，我们今天有3个大安文山区在内其实我们有2个罢免行动正在发生当中嘛。第一个针对大安区的这个罗志强委员，第2个针对我们文山区的赖士葆委员。但事实上，我想我们自己作为民进党的民代确实是有一些压力，尤其是地方的压力，要共同参与。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应该还是要全党一致做出一个很完整的决定到底是否要参与的幅度到哪里？是背后支持吗？还是直接摆明的就是参与这场这个所谓的罢免战当中？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这个没有接收到这个所谓全面动员的指令啊，这是民进党的部分啊。那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确实，我觉得从地方。大家要了解我自己跟这些罢免团体，我们过去因为跑选区，其实大家都有认识，他们不是政治的人，是过去不是民进党的人其实跟民进党的连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浅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件事情？例如说，我跟部分人聊，他们就说，因为在青鸟活动认识了，然后
都邻居哦，大家就讨论起这件事情，后来也就发起了这个所谓的罢免行动。那其中有包括这家庭主妇来自不同领域等等，但是过去都没有参与政治，所以其实，在原则上看到很多的罢免，至少我接触到的部分，其实是一个自发性的活动。我也不认为他们希望看到民进党去干涉。或者是指导他们这个行动，但是同时我必须说，我认为最终还是会走到政党对决。我认为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我觉得民进党，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啊，就民进党也没有办法看到今天30几个罢免案，最后这个没有政党的投入进去然后导致可能有部分是失败的。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去担任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觉得从国民党的层面，我认为现在国民党也非常清楚了嘛，就是国民党党中央也好，地方公职也好，其实也都有很大的压力，要参与这个所谓的反罢免或者是罢免这个所谓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活动。所以我认为最终还是会走到这个所谓的政党对决。那政党的对决其实都变相是另外一种选举了。休息一下再回来。